树回春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害怕你的我点燃使命的火。不要再拍了！怎么了？刚才有闪光，现在我的头很痛，我的眼睛很痛。Destiny， 现在没人拍啊。可是为什么还那么痛？很痛，我眼睛很痛。小姐，你放心啊，我是 Dr. 朱眼科医生，你让我检查一下好不好？啊？放轻松。现在呢，还有闪光吗？小姐，你现在尝试慢慢张开眼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别怕，有我们在，你让Dr. Chu帮你检查好吗？来，先让开好不好？来到旁边去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眼睛看不到，我会不会瞎掉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放心。我现在必须马上带你回诊所检查啊！麻烦你们让他开好不好？来。小心点啊！Dr. Chu，这里交给我们吧。好。Destiny 怎么样了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了解情况，等Dr. Chu他们。 ？Dr. Chu，Destiny 怎么样了？你们放心，病人已经恢复视力，没什么大碍。那他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眼型偏头痛，就是偏头痛所引起的暂时性失明，通常会影响一只眼睛的视力，症状不会超过1个小时，可以用药物治疗。我们想采访他。病人现在需要休息，不适合受采访。那什么时候还方便呢？医生？谢谢关心 ，Destiny 晚点会接受大家访问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跑一趟，我替 Destiny 向你们道歉。先吃点东西吧。你是 Destiny 的经纪人？我是他表姐，我明白你们担心 Destiny 的情况，可是他现在还很虚弱，真的需要休息。他还会转告大家，等身体好一点就接受访问。也很感谢你们对他的关心。我只是要你找一个人来表演，娱乐一下老人家。为什么给我演戏装病啊？我这表妹从小这么古灵精怪，不要在意。原来你们一早就计划好的啊。她有个角色想推掉，需要个正当的理由。我读了剧本才发现是小角色，还有啊，每天出外景、晒太阳、喂蚊子，我当然不要啊。刚好有这个活动，就配合演出啊。这也是宣传的一部分，增加曝光率。可是你们不能隐瞒我啊，还利用我。如果让记者知道，不只是他，我也会受到影响的。别担心，我的演技那么好，肯定会骗过他们。事实证明我是对的。你也不要太得意。如果不是 Dr. Chu 帮你蒙过去，你多几天就要去热带雨林了。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。Destiny 今天在温顺东医院主办的慈善活动上一度失去视力，节目被迫中断。在场的眼科医生朱家才立即为他进行救治，
经诊断 ，Destiny 患上的是眼型偏头痛，治疗后视力已经恢复。Destiny 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贴文，赞扬朱医生细心专业，并感谢他的热心帮忙。现在不止媒体，连网民都赞你，医院还得到免费宣传，一箭双雕，可以放心了吧？之前的事情都还没过去多久，难道就被拿出来做文章吗？现在的人都是健忘的，你这英雄救美足够转移话题了。你看网上都是一面倒说你好的，还有谁敢骂你？还是你有办法？都说一切在我掌控之中，不让你失望的。谢谢你。就一句谢谢这么简单？能不能叫诚一点啊？礼物你自己挑吧。你喜欢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有这么好的在我面前，还是要挑吗？Dr. Bay，我的女儿还好吗？报告出来了，算是稳定，明天应该可以出院了。不用太担心，只要按时回来复诊，甜甜的情况就能控制住。可是她还没有完全好啊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伤风感冒，还要回来洗肾，这个病会一直折磨她。孩子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强，甜甜很努力，你也不能灰心。每次洗肾的时候，就会在她的身上插很多管子，看了就心痛。我宁可痛的人是我。之前跟你提起的肝脏移植手术，现在可以再考虑了。以他现在的状况，接受移植是最理想、最好的治疗方案。大人动手术都会害怕，更何况是小孩子，他还这么小，我真的不放心。好，我完全明白了。孩子是父母亲的宝贝，也不想他们冒险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甜甜体内累积了很多毒素，一旦毒素太多就要洗肾。如果有健康的肝，她的病情就稳定下来，长期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换肝真的能够好转吗？以前我一个病人跟甜甜情况是一样的，3岁半左右就接受了肝脏移植，现在都10多岁了，生活正常，而且不需要常常的进出医院，只要定期抽血检查就 OK 了。只要好好照顾，甜甜也能像那个孩子一样健康长大。有任何希望都不要放弃。如果痛一次可以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少受点苦，那就动手术吧。你要往好的方面想，甜甜的病及时发现，趁早治疗，复原的几率也比较高的。移植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帮你安排就好 ，OK？ 他会等到适合的肝脏的。在跟你女朋友聊天啊？有夫之妇我没有兴趣的。王太先给你的？她现在有参加互助会，老公也有帮忙照顾王博，现在一家人可以出去玩了。所以说，将心比心真的很重要。你连病人的家属都这么关心，就不见得你多关心你自己的亲人。我叫博安，不叫博爱，不需要对每个人都这么好。前几天我跟浩南送安哥妈回家，发现他的药没吃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都咳出血了还不肯看医生。你有空就去看看他吧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他蛮在乎你的，就好像爸爸对儿子一样。不是每个姓文的都是我老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早就已经是这家医院的继承人了。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
他都病成那样，还跟你低声下气，你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吗？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上个礼拜，我朋友家的鸟笼没有关好，结果那几千块的鹦鹉就这样飞走了。然后上个礼拜，我邻居家的猫吃东西吃到一半，忽然间啃死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关我什么事？我以为你爱管闲事，所以就说给你听啊。你那么有空，为什么不去交个男朋友啊？青春是用来享受，不是用在浪费做这些有的没的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对啊，那你就管好自己的事好了。You okay？ 喂，嘘，不要出声。你们四德帮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还不热？唉 ，Dr. Hall 的 hand cream 味道，一格打喷嚏的声音，然后 Dr. Chong 和 Dr. Pa 叫你们不要说话，要我不认出是你们，还真的挺难的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也不想吓你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绝对没有恶意的。我们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跟你爸好好谈一谈。我爸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安哥湾都默认了，你还要否认啊？哎，如果是有钱的老爸，多认几个我没问题哦。哇，Uncle Wan 怎么会有像你这样的儿子啊？哎，你家教也很好啊，怎么会有你那么3八的女儿？一家人没有隔夜仇的，有什么误会，趁现在说清楚吧。Well， 我也被你们逼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来都来了，就看一眼，说句话，安慰一下老人家吧。Uncle Wan，我们到了。Uncle Wan，来了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这家里很乱，还没有收拾。把香烟当药吃，死也死个痛快。这些不是我的，这些是雷公的，我已经戒烟很久了。那你也应该吃药啊，不吃药怎么会好？哎，这些药吃不吃都一样的。来，坐，大家坐吧啊！不用麻烦了，是他们逼我来跟你说话，看看你的。现在看了也说了，你就不需要再继续演戏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社会为什么会那么多骗子吗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单纯又善良的人，傻傻被骗。他这个人最擅长就是扮可怜博同情，等他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以后，就会拍拍屁股走人。不信，你们等着瞧。
Uncle Wan 不是这种人。放进热锅里的青蛙会自己跳出来，可是如果你加了冷水，慢慢加热，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被煮到死。趁还有机会就跳出来吧，免得被煮到死了才来后悔。Uncle Wan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他没错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趁现在把话说清楚。要么你就安安分分的在这里过日子，要不然你就滚远一点，不要再出现。我只是想看看你。随便你，你有看的权利，我也有离开的自由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辞职。有话好好说，懂？原来 Uncle Wan 是 Dr. Wan 的爸爸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都这样讲，整个医院都知道了。难怪 Uncle Wan 特别注意 Dr. Wan， 原来是两父子。不对 ，Uncle Wan 有一个医生儿子，为什么看起来还那么落魄？肯定是 Dr. Wan 冷血。平时看他这么热心，原来都是装的。看起来不像啊。他平时不是常讲，看人不能看表面。其实啊，最虚伪的就是他了。你们是不是在讲 Dr. Wan？ 没有啦，你听错了。好心啊，讲得那么大声，全世界都听到了。Madam Lau， 今天来复诊啊？啊，我有问题，我要投诉。任劳，什么事情啊 ？Dr. Bay， 你们的医生害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这里好像有东西压着，很辛苦。Hello， 你们在聊什么？时间到了，我们要走了。OK， 拜拜。我要跟着走人来玩，免得惹麻烦。绑架？那不需要坐牢？就是咯，没想到他们4个那么大胆。我看了他们这次完蛋了，说不定啊，医生执照还会被吊销。谁的执照会被吊销？没有。你也被叫回来了？你也是，我也接到 Dr. Bay 的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要谈。Dr. Bay 刚刚打电话说要见我。看来他是要见我们4个，不会是为了昨晚的事吧？如果是，肯定是温博安告的状。没有证据，先不要乱猜了。我觉得 Dr. Wan 不像是会告发我们的人。希望不是啦。走吧。Dr. Bay， 啊，不是说先让我跟他们了解情况，再向你报告吗？没时间了。Dr. Wan 被绑架的事情已经传开，不只是同事，连董事都在问我，一定要马上处理才行。啊，是不是绑架还不知道，问清楚再说吧。昨天晚上有3个黑衣人偷袭 Dr. Wan， 把他押上车带走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你都说是黑衣人，怎么能确定是我们？这是 Madam Lau 昨天晚上拍到的，人证物证都已经有了，不用狡辩。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们是真的想不到别的办法才会这么做的。Uncle Wan 很可怜 ，Dr. Wan 又对他不理不睬，我们也只是想要他们面对面好好谈一谈。这是他们的私事，关你们什么事呢？为什么要插手？
如果你们那么有空的话，就去上课。为什么要胡闹呢？是要搞到医院要帮你们收拾残局啊？是梅登诺去爆料了，他才吃饱太空闲。我想他们是没有恶意的，你都应该知道，他们跟Dr. Wan走得很近，可能闹着玩过火了。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医院的形象，以后外界怎么相信我们？病人又怎么看待我们的医生 ？OK， 错已经错了，不要再推卸责任。如果每个医生都像你们这样子的话，病人怎么放心让我们治疗？你们不止不够专业，而且非常不敬业。是我的主意，我逼他们配合我的。是我自愿加入，没有人逼我的。不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是我开车去接应他们的，我也是同伙。我才是罪魁祸首，整件事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要追究，就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。人是我绑的，我也有份。车是我开的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，连累大家，还连累医院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那就连我一起罚吧。我也是。还有我。罚是一定要罚的，除了你一个，其他人立即开除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。